射手座喜欢你的10个讯号，自由不是不爱，而是他终于愿意为你停留。上，很多人都说射手座很花，很爱玩，很难定下来。今天喜欢你，明天可能就在规划下一趟旅行，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射手座根本不适合谈恋爱。但是如果你真的认识一个射手，你会发现真正的射手不是不会爱，而是他们太珍惜自由，所以不会轻易把自己的时间交给任何人。因为对射手座来说，自由不是任性，自由是一种活着的方式。所以如果有一天，一个原本说走就走的人开始把你排进他的行程，开始因为你改变计划，开始愿意停下脚步，那通常不是因为他累了，而是因为他找到了一个比远方更想留下来的人。今天就跟大家谈谈射手座喜欢你的10个讯号，如果中了3个以上，恭喜，你很可能已经走进他的心里。第一个讯号，开始把你放进他的未来，而不是只有今天。很多人都以为射手座活在当下，其实刚好相反，他们比很多星座都还要活在未来。今天存钱是为了明年的旅行，现在努力工作是因为想完成3年后的梦想。他们的大脑永远都在规划下一站，所以如果他对你没有意思，他很容易说有空一起去，下次再约，之后再看看。这些话很多时候只是聊天，因为射手真的想到什么就说什么。但是真正喜欢你的射手，他的未来会开始出现你的名字。例如冬天我们去北海道滑雪吧，之后如果搬家，我想找有大阳台的，等我工作稳定，我想带你去看极光。注意，这里的重点不是旅行，而是他开始习惯用我们去思考事情。射手座很少替别人预留位置，因为他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。所以当一个射手开始预留你的位子，代表他已经在思考你能不能陪他一起走很远。这对射手来说，其实比说一句我爱你还更有重量。第二个讯号，开始带你认识他的核心朋友圈。很多人都觉得射手朋友很多，好像谁都很好，这是真的，但是朋友很多跟重要的人很多完全是2件事。射手座很会交朋友，吃饭的朋友，打球的朋友，旅行的朋友，工作上的朋友，到处都有。但是真正能走进他生活的人其实没有几个。那些一起熬夜，一起失恋，一起创业，一起低潮，一起旅行很多年的朋友，才是真正的自己人。如果他只是跟你暧昧，通常不太会把你带进这个圈子，因为他懒得解释，更不想未来尴尬。但是如果有一天他突然说晚上一起去，我朋友一直想认识你，他们一定会喜欢你，那其实他已经默默开始做一件事，让自己的世界慢慢跟你的世界重叠。而且你还会发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，平常成熟的射手到了朋友面前忽然变幼稚，开始讲话，开始耍白痴，开始互亏，因为他希望你看见最真实的自己。如果他的朋友开始亏你们，而他没有急着否认，甚至只是笑笑，那通常代表他其实早就默认了。第3个讯号，他对你诚实到有点白目。很多人都说射手座讲话很直接，没错，但是真正喜欢你的射手会更直接，甚至直接到让你想翻白眼。例如你剪了一个新发型，所有人都说很好看，只有他说前面有点怪，不过整体还是很可爱。你买了一件新衣服，他会说这件没有上一件适合你。很多人会以为他是不是故意找茬，其实不是，因为射手座如果不在乎，反而只会客套，很好看啊，不错啊，可以啊，结束。只有喜欢的人他才愿意花时间认真一件，因为他希望你变得更好。除了外表，他也会开始跟你聊很多自己的失败，自己的黑历史，曾经犯过的蠢事，甚至以前谈恋爱做错什么。很多星座喜欢把自己包装得很厉害，但是射手不是，他如果开始把自己的缺点全部摊开给你看，代表他希望你认识的是完整的他，不是最帅的那个版本，而是真实的那个人。
因为他开始期待你留下来的原因，不是因为幻想，而是因为理解。第4个讯号，愿意陪你做他原本觉得很无聊的事情。很多人都说射手座3分钟热度，其实不是真正的射手，只是非常诚实，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他们不太会勉强自己。人生对射手来说，时间太珍贵了，与其浪费一整天做没兴趣的事情，他宁愿一个人去爬山，去看海，去旅行，去做任何能让自己快乐的事。所以如果今天你愿一个普通朋友等级的射手陪你逛4个小时的百货公司，陪你去看他完全没兴趣的展览，陪你去拍照，陪你去排队吃完美餐厅，他很可能直接回答你去就好，不是讨厌你，只是他真的没有兴趣。可是如果他喜欢你，整个人就会开始反常，他会说好啊，陪你，反正跟你出去就好。甚至你会发现他会很努力找话题，怕你无聊，怕你尴尬，怕气氛冷掉。这不是因为百货公司突然变好玩了，也不是因为文创市集突然有趣了，而是因为真正让他感兴趣的人不是活动，是你。很多人以为射手最珍贵的是金钱，其实不是，射手最珍贵的一直都是时间，因为时间代表自由，自由代表人生。所以如果他开始把大量时间留给你，代表他已经把你放在自由前面。这件事情对射手而言，比天天送早餐还困难。第5个讯号，肢体接触开始变得很自然。射手座不是很会刻意暧昧的星座，他们不像天蝎，眼神一直放电，不像双鱼，天天讲情话，也不像狮子，一直展现魅力。射手比较像什么？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，所以他的喜欢通常不是偶像剧，而是很生活。例如看到你很自然勾一下肩膀，走路的时候故意撞你一下，聊天聊到很好笑，拍一下你的手，看到你头上有树叶，很自然伸手帮你拿掉。你冷，他直接把外套丢给你。你累，他很自然站到你旁边。这些动作全部都没有剧本，全部都是下意识。因为射手很多时候身体比嘴巴更诚实。更有趣的是，射手吃醋超级像小朋友，他不像天蝎开始冷掉，不像摩羯开始观察，不像巨蟹开始内耗。射手通常就是突然变安静，或者突然一直插话，一直把你的注意力拉回来。例如你跟别的男生聊天，他可能突然跑过来，哎，你看这个，或者事后很假装自然地问一句，你跟他很熟，他是不是常找你聊天？问完还补一句，没有啦，我只是随便问。真的，这句80%都不是随便问。射手嘴巴说自由，但真的喜欢上一个人还是会有占有欲，只是他们自己也会不好意思承认。